眼前的这个男人只是一个小小的战殿将军，不仅在朝堂上被人无视，而且他心爱的女人也成为了后宫妃子，这让他心生怨愤。由于男人知道夏迎春不甘心当一个妃子，他想要的是一国之母、正宫娘娘的位置，男人立刻有了一个想法，从此谋反的种子发了芽。大王爱财如命，只要送钱、送宝，他就撤兵，这还怎么建功立业？这么多年了，我还只是个小小的战殿将军，整日给齐王陪着笑。我跟个小丑有什么区别？我要的是有朝一日正大光明的和你在一起。男子的甜言蜜语彻底哄得夏迎春心花怒放，这让夏迎春十分受用。趁着这个机会，他便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托出。迎春，如果我让你当大齐的正宫娘娘，你可愿意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疯了？我决定不再等了，我要刺杀齐王，起兵夺取齐国江山。问题是，你敢陪我冒这个险吗？我陪你赌这一次。夏迎春告诉男人可以去投奔他的父亲，因为那里有10万雄兵等待着他。听到这个好消息，男子决定与夏迎春里应外合。男人独自前往去找夏迎春父亲帮忙，而夏迎春在皇宫控制皇帝。商量完对策，男人就连夜赶路去了夏迎春的老家。几日后，男人率领10万大军来到城下，准备趁着齐国没有防备进行突袭。果不其然，打得对方措手不及。齐国的作战队形被攻破，军心大乱。男人率领士兵乘胜追击。男人还请来了法术师助阵，法术师默念一串咒语，顿时周围弥漫着浓浓的烟雾。法术师控制着蟒蛇，成功逼退一波敌军，令敌方方寸大乱。只见法术师控制镯子放进面前的水盆里，突然一张虎脸出现在水面。随着法术师咒语的输出，一只老虎腾空出现。法术师先是拿着铃铛在罗盘上方做法，随后掐诀结印，为罗盘增加一层法术加持。3炷香火苗猛然燃烧，法术师向前挥出一道火光，一只凤凰袭来，使用火术攻击，向敌军投射火球，现场成为一片火海。夜莺老贼，我们兵行至此，讨伐无义的昏君，快快开门，我们饶你不死！老晏婴为了拖延时间，与男人不停的周旋，奈何被男人看出意图。老晏婴深知面对男人3番4次的进攻，齐国已无力抵抗，但是为了保住城中百姓免受战乱之苦，决定向男人妥协了。我呢提2个条件，你们要是答应了，我就放你们进城。第一呢，你们进城之后不能殃及城中的百姓和文武百官。第二呢，不管谁做了大王，我还是丞相，怎么样啊？老晏婴的2个条件并没有触摸到男人的底线，便爽快地答应了。老晏婴也做出承诺，打开了城门。就这样，男人轻松地进入了城中。男人直冲大殿之上，
齐王还不知这座城池已经易主了，还大言不惭地准备奖赏男人，奈何男人不满足。这难不成你还让寡人把本王的王位让给你啊？那魏文斌就谢过大王了。齐王没想到男人会当真，下一秒就看到他的妃子走向了男人的身边，齐王才明白了这是有预谋的。大王，那臣妾方才给您调的酒，好喝吗？住手！大王，您这一惊一乍的，吓臣妾一跳。吓了爱妃一跳，莫非爱妃做了什么亏心事了？大王，瞧您说的，臣妾能做什么亏心事啊？没做亏心事，走路都不稳，脸都白了。大王，现在觉得好笑了吧？你们两个竟然合起伙来，要谋害本王。齐王这才明白，原来二人早已勾结在了一起，他的城池也已经易主了。男人让下人盯着齐王写传位诏书，觉得这样坐上皇位才名正言顺，便不再理会齐王的呻吟，直接带着夏迎春离开与岳父会合。那几个弹丸小国撑不了多久啊！你总有一天要一统天下，他们全都得玩完呐！我看就叫大丸国，你看如何呀？就叫大丸国。夏迎春迫不及待地换上了专属于正宫娘娘的服饰，果然让她也不得不感叹一国之母的位置坐着就是爽。终于熬到今天了。这正宫和北宫的滋味就是不一样。夏迎春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后宫之主。第二天早朝，在老晏婴的建议下，男人与夏迎春进行了登基仪式，二人一起迎接了众臣的跪拜，自此开启了大丸国的时代。